夏末秋至，但是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。大家好，我是总舵主阿鹏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冰凉解渴的小甜品——芋圆西米露。好多人说掌握不好煮西米的时间和方法，今天我在这里教会你。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，相信你看一眼就学会了，以后想吃的时候再也不用出去买来吃了。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少许的西米，在市场中西米一般分为两种，今天我用的是个头比较大粒的西米，另外还有一种是比较小的，这两种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个头大小的区别而已。那么我们在煮的时候只需要根据西米的大小来把握时间就可以了。另外在这里一定要注意，西米是不用提前的清洗或者是浸泡的，因为西米它是用淀粉制作的，如果用冷水将它浸泡或者是清洗了，那么全部都会化掉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，一定要记住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小汤锅，第一步先煮西米，煮西米的水一定要切记稍微的多放一点。我们先用大火将水烧开，等到它水开了以后，再把我们的西米放进锅中。如果是直接的冷水下锅的话，西米也是同样的会化掉的，那么煮出来就变成一大锅的糊糊了。在西米刚刚下锅的时候，我们用个勺子将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因为刚下锅的时候西米它是沉底的，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可以防止粘锅糊底。大概将它煮了1分钟左右，里面的西米已经变成半漂浮的状态，然后将它扣上盖子，转为小火煮15分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用小火将它大概煮了15分钟左右。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，这时候的西米已经是80%熟了，可以看得到西米的上面还有一点点的小白点。我们可以选择继续的将它煮熟，或者是关火利用余温将它焖熟都可以的。为了节约一点天然气，我选择关火焖熟，扣上盖子将它大概焖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大概过了20分钟左右，我们打开盖子再来看一下，里面的西米已经是变得完全的透明了，这就代表已经是熟透了。而且因为西米它是含有淀粉的原因，里面的汤水已经是变得非常的粘稠了，所以我们在煮西米的时候水的分量一定要多一点。而且西米它煮熟后会变得非常的多，这已经是满满一大锅了，这一大锅可以做很多人的分量了。如果家里人数少的话，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少煮一点。接下来取一个干净的蜜漏，将煮熟的西米控水捞出来，剩下煮西米的水就不要了。接下来把煮好的西米放到冰水中过凉，这样的目的可以让西米快速的降温，那么吃起来它的口感会更加的 Q 弹。煮西米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，跟着我这个方法煮出来的西米包你不会翻车。大家看一下，每一粒西米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QQ 弹弹的，因为西米它可能会有一些杂质的，所以在过冷水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简单的清洗一下，把里面的杂质给它过滤出来。最后我们将它控水捞出来，装在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少许的大芋圆，我这里准备的是大粒的还有小粒的芋圆，这种是包装做好的了，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啦。接下来我们重新的准备一个小汤锅，等到水烧开了以后，我们先把大的芋圆给它放进来，因为大小的芋圆它的熟度时间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要一股脑的全都放进去。刚下锅的时候芋圆同样是沉底的，所以这时候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防止粘锅糊底。等到锅中的水温再次的烧开了以后，这时再把小的芋圆放进来，继续的用勺子将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
防止粘锅糊底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伸出您发财小手，帮小老弟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啦，感谢您。等到水再次的烧开了以后，往里面添加少许的冷水，经过一冷一热这样的刺激下，这样的目的可以防止里面夹生，让芋圆更快的成熟。从芋圆全部的浮起来了以后来算起，大概再将它煮4到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在这个期间，我们要添加2次以上的冷水。等到它最后重新的烧开了以后，我们取一个干净的蜜漏，将它控水捞出来。我们将煮熟的芋圆放到冷水中过冷，这样可以保持它的弹性，让它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 Q 弹。这几种芋圆搭配起来，它的颜色真的是太好看了吧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超级的想吃。把煮熟的芋圆用冷水放凉以后，我们将它控水捞出来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的大碗，把做好的西米放进碗中，再把刚刚的芋圆也放进来。家里要是有条件的话，可以再搭配一点水果啥的。再来上1勺82年的老蜂蜜，没有蜂蜜的话用糖水也是可以的。最后一步，给它来上适量的椰汁或者是牛奶就可以了。哇，这颜色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好想立马的喝上一碗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我们今天的这一款非常好喝的芋圆西米露就已经做好啦。在炎热的天气下，放冰箱里面稍微的给它冷藏一下，喝起来非常的清凉又解暑，那滋味真的是超绝的。自从学会了这道甜品，我家的小朋友隔三差五的吵着要喝，自己在家里面做，吃起来非常的安全又放心。最关键的是成本只要几块钱，非常的划算。喜欢这道甜品的一定要双击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试做一下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，点我的头像进去还能看到更多的美食做法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